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11号星期四，今天早啊，而且往这边跑没跑过这儿。这个桥就是那天大阪马拉松27公里，我在这儿给那位你们口中的白菜老哥加油的地方，就是这儿，最前面这儿。然后那天因为封路嘛，就是这个路口。然后所有推自行车的人过这个桥都有志愿者给搬自行车，那桥设计的是没有坡的，都是台阶儿。就这条路，就左手这一排全都是寺院和墓地。那天他们就是这个方向先朝前跑，然后在前面某一个树折返，这是一个 U 型的折返。你今天状态就好多了，但是还是压速度慢跑。这边热起来了，昨天你们看视频里跑到最后10几公里，那时候刚6点多，那大太阳。因为我理解的是，这边虽然跟国内有1个小时的时差，但是它比北京靠东的那个距离，其实实际上是要超过实质的1个小时的。最近看看，在想这边有没有5公里或者10公里的小比赛，因为好几年没有跑5公里、10公里的比赛了，还在找。然后成功登录了，日本路跑协会，就那个是面向所有在这儿居住的人都可以申请。还有大阪陆上竞技会、竞技部，交会费的，5000多日元的，一共1年。优势好像就是在比赛报名的时候有的要填吧，我不太懂，就是想试试弄着玩。我的逻辑就是，不管去哪儿生活，还是去哪儿玩，还是旅行什么的，都是多体验体验，总没有坏处，在承受范围之内。昨天提到的 Ben is Running， 他的波士顿马拉松，一下从1个月前大阪的2小时28，那也是他的 PB， 一下变到了2小时24。他视频里分享了3点，今天就这个跟大家聊聊。行，一会儿聊啊。大家看这个标题，通天阁本通，看这就是大阪的通天阁。这条街白天挺热闹的，但是我就来过一次。能看清吗？说这上修了一个滑梯，从上面滑下来。不敢呀，我今生连过山车都没坐过，胆儿小。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在北京游乐园坐过一次那个特小的海盗船，哎呦给我难受的。看看通天阁，这就是特早柯南，就是怪盗基德刚登场的那个时候，就是好像是在这上边，然后他让全市停电了，然后看哪儿有这个除了医院呀等等其他的紧急供电，就本来应该有紧急供电的地儿以外的地儿在亮，就是青森警官，是青森警官吗？藏宝石的地方，哈。这就是通天阁底下了，没有想象的那么壮观。看，然后这个叫刀物，我在这家店买了把刀，还能给刻字儿，就那种日本的厨刀，手工刻字，一个老爷爷手工拿毛笔写，写完以后，另外一个小伙拿手算，不是机器，就不像马拉松奖牌刻字那种都是机器。这一套买下来500多人民币，不可思议。在南边绕了一大圈，
都10公里了，回到大本城这儿，看这个 NHK， 天气不错。前面这条路的人是从左边这个大阪府警察本部里出来的，那可能就是跟我那时候似的，我有一阵儿不通勤，就是不通勤跑步，早上起来先坐车去公司，然后换个衣服出来跑。这才6点不到，这太阳。那位跑者Ben is running， 他总结了3点。他是2月份来参加了大阪马拉松，是品牌邀请的应该，然后 PB 了，2小时28，而且他还拍摄了，他也发了片子，大家可以看，跟我同款的相机，跟我同款的手表，跟我同款的心率带，特别的巧合。还有同款的隐形眼镜，风比较大啊，大家见谅。之后仅仅过了2个月，在波士顿上他就又提高了4分钟，这个有点不可思议感觉。唯一的理解可能就是他其实已经具备了那个实力。然后他就说，在赛前这几个月，这2个多月，他做了3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就是他受邀去肯尼亚参加了2周的训练营的体验。我甚至认为这2周的训练营体验可能都没有他自己安排训练在家那么系统，因为毕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、陌生的环境，然后有时差等等，虽然不是太大。他说在那儿那2周呢，有2件事改变了他。第一件事是饮食，那儿的饮食呢，虽然不是说让你饿着，也不是说吃素，但是比较的简单，或者说比较干净，就是白水炖肉，然后各种豆，然后蔬菜和简单的碳水，是很均衡的。大家看好多肯尼亚那边的训练营，或者说包括大破节在那儿训练分享的饮食，如果你跟着当地那个逻辑去吃，其实就是很自然、很干净的。这种饮食我觉得不一定真的说让你能瘦多少，因为它其实很瘦了。但是呢，它能让你的身体更轻，这轻是带引号的，就我老说的那种，不是特别的，就像晨跑，我总觉得晨跑特别的清澈，就这个感觉。而且它肯定是可以提升整个身体的恢复和能量运输的能力的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这个饮食让他感受到了变化，并且在回到英国以后，保持到了波士顿比赛之前。主要他说他戒掉了甜食和零食，这样就会比较稳定。我觉得备赛期的小伙伴们不妨试一试，我也说过很多这方面的观点，虽然我们可能做不到那么的纯粹，差不多比赛前1个半月，因为如果是1个月的话，可能时间太短了，1个半月到2个月，吃的简单一点就行了。第2个变化就是核心训练。核心训练在整个的课表中增加了。他又说，在肯尼亚有一个45分钟1堂课的核心训练，是强度比较大的。对他的跑步，就是他说他能明显感觉到，在波士顿比赛之前，他的核心能力要比以前强。像有时候我总说，我的绝对速度已经不行了，就是有时候你跑快了以后，你已经无法再让身体稳定了。核心力量训练，我觉得是对普通的跑步爱好者，甚至是锻炼爱好者，是最有帮助的一个训练之一。它能让你减少受伤的风险。就很多时候，你可能受伤或者觉得不行，不一定是腿部力量的问题，
有些时候就是核心力量问题，因为核心是承上启下的。核心训练其实是比较容易实现的，就在家里有一个垫子就行了，都不需要负重。因为核心其实它都是小肌肉，绝对力量不大，靠自重和一些技巧就能解决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启发，就是要进一步增加核心力量的训练，尤其是对业余爱好者，我觉得核心力量的训练要优于腿部力量的训练。因为大部分人其实腿不会说没劲儿的，因为腿部肌肉是人类几乎最发达的肌肉了，而大多数人核心其实是很薄弱的，因为你用不上。而且核心变强大了，对你的生活质量也有提高。比方说你解决腰疼啊，然后各种体态会比较好看呀，等等。我觉得一周普通人3到4次就很了不起了，一次半个小时到40分钟，甚至是20分钟都可以。动作我就不说了，网上多的是。然后它的第3个变化就是马拉松配速的训练，或者说针对马拉松的强度训练做得更好了。为什么能做得更好呢？他分享就是，如果某一天的训练安排是针对马拉松强度的训练，那他在前2天就会把训练变得非常的简单，就不会让身体特疲劳，就是总说的该快的时候快，该慢的时候慢。这样的话效果就相对明显，就容易提升天花板。说白了，他大多数跑者，比方说你的全程马拉松还在3小时30以外，甚至说在3小时以外，这个都不是很重要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没有这么做。就是你不太需要提升你真正的天花板，而是先接近你本身的那个天花板，靠速度耐力或者经常跑就好了。但是比方说现在我想再提升一步，我可能就要改变训练方式。这个在去年北京马拉松之后我就说过，就是要该快快该慢慢，强度课跑出质量。这就是他分享的3个经验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小理解，也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各位就去粗取精，也许在下一场比赛就对你有帮助。我的分析是，普通人最容易做到的就是饮食和核心训练。至于最后一项，很多人训练是不规律的，因为受工作生活的时间影响。可以先把饮食和核心做好，核心就是现在就可以做起来，穿插到日常生活中。饮食就可以赛前做，或者你比方说秋天有比赛了，您可以在这段时间先试一次，别到时候比赛的时候第一次尝试，那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，是吧？行，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正经事儿，看看通天阁，再跑一圈就回家了，加油干！哎，5月11号星期4清晨6点52，今天好早啊！训练结束啊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全程匀速压制速度跑，平均配速4分59，平均心率135，步频196，跑了1小时45，时间不短，对我来说。就是其实我以前的训练都是几乎平常是一个速度，然后强度课的时候跑几组快的，那一个速度下的半程马拉松也就是1小时30，1小时30多一点儿。所以多10分钟感觉还是比较明显，而且刻意压慢以后，调动一些支撑或者是稳定性的小肌肉群会比快的时候多。这就是今天我总结的那位精英跑者的一些分享或者分析，包括去年北京马拉松之后的我的一些分析，就是训练还是该快快，该慢慢。这样的话呢，慢的时候你能达到以前不慢跑的时候达到的目的，同时呢，虽然你觉得时间长，觉得有一些原来不疲劳的肌肉会疲劳，但是整体的负担其实不大。这样你在强度课的时候更能发挥出更好的状态，把强度课跑得更好，是吧？
行，今天就是一些我这方面不成熟的小理解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吧。那好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迎接夏训，迎接炎热的这个气候的训练，好吗？那我们加油干，明儿见。